花香的味道。耶，我答对了。哎，是海的味道哎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汗臭味。哈哈，我答对了。肚子好饿。哎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是烤地瓜，我要吃。导演，我刚刚肚子就有一点点不舒服嘛。导演，你真的是，我是好皮塞，什么味道都难不过我的鼻子。环保局报案中心，你好，我是信长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嘿，高雄市环保局统计，1999申诉专线，平均1年就接到6万件申诉电话。光是民众觉得生活中有异味的投诉电话，1个月就有1000件以上。你好，我是大爱电视台的小主播曾毅。你好，我是环保局稽查科谢长福。小福哥哥好。你好。我今天是来闻香的，那为什么会在环保局？不是环保局，主要工作的是闻臭。闻臭？对，像刚刚接到一个民众投诉臭味的案件，我们一起去吧。闻香变成了闻臭，而且还被带到空气污染最糟糕的工业区，我的鼻子已经开始不舒服了。小福哥哥，这边的空气好刺鼻哦。对啊，这边就是民众澄清臭味的地方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用采空气去给闻臭师闻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我有带这个。这是塑胶袋。哦，不是，采空气不是用这个塑胶袋。我们有专业的仪器，要用这个采样泵补，然后用这个采气用的抽袋，再配合仪器。像这个是风向计，然后这个是风速计，还有温湿度计。因为我们要在污染源的下风处，在做空气的采样。所以那边是最臭的地方。对，没错，是这样。采样的过程好像在做科学实验，稽查人员根据气象资料判断污染源的真正位置，再用机器把民众投诉的异味采集起来，这样异味就被装在这个袋子里了。这个管子很重要，在接的时候一定要密合，它才可以真正的把空气抽到这个袋子里面去。真的有哎，它变胖了。对啊，这样就是它真的有在正常的抽气当中，感觉很像吹气球的样子。那大概要冲到什么样的状态？要冲到9分饱以上。它搓起来会像像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有了，这样大概就9分饱超过了。那如果说它里面有臭味，它采出来的样品，它就不会是不客观，可能不是现场真正的污染物。那我们就要用黑色粉，因为避免阳光照射，怕里面的样品会有些变化，就不是原始的空气样品。对，我们要赶快去送样品到检验科去做分析。对，走，快点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从采样到交给闻臭师完成异味判定过程，要在12小时内完成，不然就不准确了。喂，我是嘉维，刚刚稽查科有送异味空气样品过来，请合格的嗅觉判定员到异味官能测定实验室集合做测验。哥哥，为什么还要测验啊？不是来这边就可以当闻臭员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你要闻臭，你还是要符合一些条件。第一个，你要年满18岁，再来你不能有嗅觉障碍，还有你要接受过我们5种基准嗅域的测定，合格之后，你才可以进行判定。可是我还没有18岁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特别让你体验看看这个活动。谢谢。不客气，那你也不赶快去排队，大家都来了。
原来担任闻臭师是要考试的。考试现场会有5张试纸，其中3张试纸里面会有味道，2张没有味道，全对才可以当闻臭师哦。好了吗？好，最后一个哦。这是屎啊！我觉得这比较像口臭，好臭哦！刚刚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，一下子又是花香，一下子又是臭臭的大便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教育哥哥有跟我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一个闻臭的，你不可以化妆，也不可以擦指甲油，甚至不能吃口香糖。哦，对了，不可以感冒，因为会影响你的嗅觉。幸好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发生。Yes! 我的结果怎么样？曾毅，恭喜你合格哦！耶，太好了！等一下，你今天是不是有擦护手霜啊？对啊，我怕手干干的啊。这样不行哦，只要身上有味道就不能参加测定哦。哦，拜托了，不然这样我回去会被制作人骂的。好吧，那就特别通融你，你现在去把手洗干净。谢谢。好了。好，我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是用洗手乳啊？我就想要把它洗干净一点。这样不行哦。拜托了。好啦，不然你再去用清水把它冲干净。好。真的很严格哎，一点味道都不允许。嘉威哥哥说，这样才能确保嗅觉判定实验的准确性。好的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开始参加测定吧。好。嘉威哥哥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做嗅觉判定的时候要用的嗅带。嗅带。对，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嗅带在里面，从这个装置上面，我们把干净的气体打进去，之后我们再拿注射针，然后抽取我们要的量的这个我们刚刚去采样的空气，打到我们的嗅带里面去做混合，然后我们会稀释成10倍、30倍、100倍、300倍。稀释的话是干净的空气还有污染的空气混合不同的量。对，你就是要抓你要的量去做成那个稀释的倍数。稀释的目的就是为了比对样品到底有多臭，一直闻到闻臭时都闻不出来为止，这个实验才算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好啊。每个人的桌子前面都有3个嗅带，只有其中1个嗅带有味道。将结果记录在纸上，每个人至少要闻12次。一个实验做下来要花2个小时哎。闻完3个袋子又3个袋子，闻到我都头昏脑胀，都不知道哪一个袋子有闻过，哪一个袋子没有闻过。终于闻完了。对了，教育哥哥，我们闻这么多袋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首先我们要依据不同的来源，从10倍或是30倍开始做稀释，那有可能一路做到1000倍甚至3000倍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借由这些不同的稀释倍数的结果，我们来交叉比对，再套入数学的公式，我们才可以计算出这个污染物它的浓度到底是多少，让稽查科去作为一个开罚的依据。那为什么不用机器闻就好了？因为机器它不是每一个味道的东西，它都可以测出来它的浓度到底是多少。那当机器测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用鼻子，我们所谓的官能来做测定。原来是这样哦。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，没想到人的鼻子比机器还要灵敏。不过鼻子是会累的，我好像有一点嗅觉疲乏了。对啊，你现在可以先到外面休息一下，让鼻子休息再来测会比较好。好。
实验室外头有一个休息室，温度都保持在17到25度，湿度40%到70%，让闻臭师的鼻子可以好好休息。啊，好舒服哦！除了臭了一点之外，你们的工作真的很轻松哎。其实也不是像你所想的这样哦，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随时出动的，只要有公害的案件或是有民众陈情，我们就要来做这个检测，就要配合稽查科的时间，不管他是假日去做采样，还是我们快要下班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配合他的时间去做这个检验。那而且女生上班的时候还不能化妆。再来就是我们做这个检验，有可能会闻到一些可能会对人体比较不健康的东西，我们都还是要来做这个工作。啊，真的很辛苦，谢谢你们！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这么辛苦。最后的结果会送到稽查科，对制造污染的业主开罚。全台湾的环保局都有这一群人，默默的在守护大家的健康。拜拜。我之前以为闻臭师是一件非常容易的工作，但在我闻完臭味之后，我发现他们要忍受这种味道这么久也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很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地球付出这么大的心力。哎，这是什么味道？虽然我的鼻子没有像闻臭师一样灵敏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一定是车轮饼。车轮饼，导演。NG 了，再来一次。对，我 NG 了。